娘娘，人到了。臣刑部侍郎陈莹蒙召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，不过是个7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个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待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你2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，请看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？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？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，无证不罪。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，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。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、何时、从何处搜来？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，自阳指斋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不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，只认得一个画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？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皇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，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你起来吧。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阳指斋查抄的消息，都有谁知道？因兹事体大，咱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，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，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。不过咱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阳指斋是亥时，中间有2个时辰，也许有走了风声。敢问黄公公，阳指斋宫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归，暂作拘缉。不够，所有今日进出过阳指斋的，且从
虚症到害症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工人，都应当拘禁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，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，伴读入宫之初，皆要查过所携之物。所以，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工人，那此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。兵役纸3刀，白鹿纸2刀。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之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杨芷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意一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杨芷斋的指数。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。张哲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啊。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从纸本身查起，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，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日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杨芷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只是细事，既有先前拘禁之宫娥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。毕竟都伺候过伴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请太后娘娘准许微臣在外等候。准。女儿家的住处精致，且多有私隐之处。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，也不知是怕冒犯了杨芷斋的哪位姑娘。讨厌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。张大人，你给我透个底，这江姑娘看起来有几分像被冤枉的呀？陈大人当真关心？这是自然的。我们刑部断案又是如此大的案，我身为侍郎自然要关心，否则也不会带上张大人你呀。大人叫我来，无非是担心真相并非如太后娘娘所愿。若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也好有人顶罪。张大人这话说的，我好歹是你上级，岂能让你一人承担呢？无妨，下官只关心案情，真相到底如何，一会儿自见分晓。圣上驾到！微臣见过圣上。免礼。先前得闻泰安殿奏报，大体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查得如何了？正查到关键处，已令人去杨芷斋与内务府核对指数。启奏圣上，回禀娘娘，老奴奉命核查杨芷斋指数，核得内务府共拨白鹿纸16刀，又有长公主殿下授意为江雪宁添白鹿纸1刀，兵役纸1刀。少废话，就说纸少了没少？少了，正少了1张。证据确凿，现在你倒是说说，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？娘娘莫急，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。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，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核查纸张的工人入殿搜身。正是如此。又弄什么玄机？回圣上，核指数对不上，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真的施舍其中，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。说清楚些。方才去核对指数的工人，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。
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害江姑娘之人，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，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，藏匿于身。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，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。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，倘若排除众人嫌疑，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。张哲，原来你早有计谋，故意隐瞒哀家，愚弄哀家是吗？还请娘娘恕罪。张大人只是觉得，幕后之人胆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行栽赃陷害之事，定有图谋，因怕打草惊蛇，是以不敢走漏风声。宣在殿门外一一搜身。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计，我还以为是为了杨姐姐的名节考虑呢。不是奴婢，不是奴婢的，不是奴婢啊！师父，这……圣上，太后娘娘，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，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露纸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说，从何处拿来这纸？回圣上，娘娘，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。想来他方才只能协助，没机会碰费用的纸，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打了这张沾过墨的，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圣上娘娘，是奴婢今晨洒扫房间时，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，因这纸贵，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，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，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。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，奴婢实在是怕极了，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出来。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，那想必是识字的，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，想必是刑部的公文。这上面写的是《诗经》里的蒹葭，你会读吗？蒹葭。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？瞪我作甚！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，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，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！放肆！什么主子奴才的？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，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？圣上，此事事关臣女清白，更关乎逆党一案，关乎朝廷社稷，请圣上明察秋毫，审出幕后之人，为臣女主持公道。你先起来吧。是。不错，你既不识字，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，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。说，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？奴婢背后无人指使，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，又眼见她3番4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，牺牲不忿，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一事，便鬼迷心窍，生出了这陷害。胡说八道！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。王心义，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不要！罢了。母后有何不妥？这个时辰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，娘六宫如何安歇？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，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，顺藤摸瓜便是。你身体还抱恙，急什么？是儿臣疏忽，
忘了母后病恙方好，宜当静养。这样吧，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，审问清楚，可好？好了，折腾了一夜，这天都快亮了，哀家也乏了，都回吧，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。不，圣上，娘娘，不要！二位大人留步。多谢二位大人救命之恩，小女冒昧前来，是为向张大人亲致谢意。哦，向张大人道谢，那就是没有我的事了。张大人留下闲聊，陈某在前面等你。昨夜之事，若无大人仗义直言，雪宁不免要受刑罚。大人因我之过，还得罪了太后娘娘，我心中实在有愧，在此多谢大人了。姑娘言重了，皆是举手之劳，分内之事，不必言谢。不是，不是分内之事，宫中险恶，机巧遍布，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，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，还雪宁以清白，便高过这世间尸位素餐之辈良多了。您当得起雪宁之谢。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，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，往后万当小心。那是自然，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。我这个人啊，怕死的要命，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？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。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，就先告辞了。张大人，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伴读，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。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，不知真假。我知道了，多谢。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，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，为何还要追问？退亲？什么？我会与姚家退亲。他要退亲，他不喜欢姚希。宁儿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你，才遭人陷害，捡回一条命，万万是笑不出来的。您都知道了，闹得满宫风雨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现在还在外游荡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我